清明，你最好离我远，我现在那个尸体的味道还没有散。这算是工伤吧？我不嫌弃你，谢谢你。啊，你是说香皂是吧？没什么，就当还你了。哎，我看到你画的幅画，那个轮廓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。我问一下，八卦一下，那个女的是谁？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。哎，师傅啊，你说 DNA 无法配对，信息量那么少，怎么找啊？面部复原呀。不过尸蜡化尸体难度比较大，我只能通过尸检的印象和经验来试一试。这彪哥的复原技术在国内可是排得上名次的。彪哥很厉害，如果能够复原死者样貌，那找到尸源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彪哥这个技术的操作手法，也是极为出众。快撕下你的面具！你到底是谁？这太反常了，不会要地震了吧？是挺反常的哈。我需要一个助手。哼哼，放心吧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欢欢，要不你这次来帮我吧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别的线索来确认死者的身份。喝咖啡吗？喝。谢谢啊。以后加班的话，我要吃零食。哎，我也想喝咖啡。小心烫。谢谢。怎么样，手艺还可以吧？想要复原一个人的容貌，需要多久的时间啊？现在技术进步了，有电脑的帮助，半天之内可以完成。那如果自己徒手复原呢？对了，你去帮我把做模型的材料调好。愣着干嘛？我都说过了，我需要一个助理，你得帮我把原材料搅拌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真想学的话，得从学徒做起。我只是来看看他。看也不能白看，快去。通过 CT 影像确定面部轮廓，但最难的还是判断五官的细节。死者皮肤的质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，发际线高不高等等。那这个需要用什么来确定？大量归类研究、法医鉴定、人类学观测、统计学的数据分析，但不一定准确，还需要一些运气以及经验的判断，对吧？咱们跟尸体打交道，很多东西是没办法问出来的。哎，你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和老天有眼吗？做好熬通宵的准备吧，剩下的工作会很细致，你赶紧去填饱肚子吧。那你呢？给我带回来。我要吃北极翅、牛肉丸，还有鱼丸。其实这些东西和刚才被你拿出去那些零食的热量差不多的。那你陪我一起吃，这样罪恶感就会少一点。钠含量太多，我劝你还是别吃了。哦，
所以热量在口腹之欲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对吧？恭喜你，终于看清了事情的本质。哎，你在彪哥那儿观摩的怎么样啊？你相信老天有眼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样的话吗？那是彪哥那样的老法医才会说的话。我相信呢，老天一定会给我们这些人灵感，替死者伸冤。这是玄学，不是科学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法医是死者最后的倾诉对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尽全力去倾听，去找到答案。所以我更相信天道酬勤，消灭罪恶是正义，没有罪恶是善良。这就是那枚硬币的两个面吗？还有一串，你吃了吧？彪哥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但其实我更想看到一些原始的手法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个人原因。原始手法，徒手塑形吗？糟了，没带伞。老板，有伞吗？有，只有最后一把了，新货明天到，你们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不过这是一把儿童伞哦。你是不是没和别人打过伞啊？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你画的是你妈妈的样子吗？所以你想学习面部复原，也是想复原你妈妈的样子。哎呀，总算回来了！你想饿死我呀？便利店关门了，所以没买到。24小时便利店关门了。伞哪来的呀？当街抢小朋友的？伞是我的，我买的，很早以前买的。编，继续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才边吃边聊，就把你那份给忘了。说实话就对了，聊什么这么忘？不是忘我，忘的是你。抱歉啊。真的对不起啊，彪哥，我给你煮面。你跟之前不一样了。你跟之前也不一样了，我怎么不一样？饭量变大了。欢欢，啊？这看什么呢？新鲜出炉的死者面部复原图像，彪哥太厉害了，做的跟真人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赶紧给李队。啊。请便是。失了案的尸源找到了，合川县管辖区派出所说，2个月前有个阿姨报案自己女儿失踪了，这个失踪时间和年龄都对得上，身体特征还特别相符。哎，最牛的是，你们做的那个死者面部复原，阿姨一看就认出是自己女儿。张雨晨，23岁，
曾在大龙航空做空姐，3个月前因个人原因辞职。师姐的状态不太好，石拉化导致面目全非。我不建议死者家属认亲，其实通过 DNA 鉴定就可以了。这该说的都说了没用啊！这老太太坚持要认尸啊！我不同意，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。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母亲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。那我看她刚来的时候挺镇定的。她来了。哦，黄文在接待呢。哎，打开。这什么东西呀？阿姨，DNA 确认过了，确实是你女儿张雨晨。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我女儿。你们知道我女儿有多漂亮吗？她是空姐哎，她是他们组里身材最好、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。她现在应该是在出去旅游去了。我给她打电话，我给她打电话，不会的。不会的。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他肯定在飞，他肯定在飞，他常年飞普吉岛那条线的，他很忙的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醒醒！阿姨，阿姨，别碰他！我来。阿姨，阿姨。无自主呼吸，心跳微弱，突发性心脏病。安然，心肺复苏。阿姨，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女儿，她都死得冤枉。你还没有看见凶手伏法，你不能出事儿。我跟您保证，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阿姨，阿姨。雨晨，雨晨，雨晨。好险！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你说，哎，你这话会不会过分了点？接待死者家属这件事上，他有经验吗？我说的是你们愚蠢。你们怎么能随便让死者家属过来认尸呢？这是常识吧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世面，没有常识是吗？秦明，你牛，你最牛！有本事你现在走，去见你的世面去啊！可怜。喂，过分了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没出事就好。阿姨你好，我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我叫李强，这是我的同事赵天启。我知道您非常的难过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受害者找到真凶，我们要查到真相，需要您的帮助。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
阿姨，在您的眼里面，你的女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呗？雨辰是个好孩子，考上空姐全凭他自己的努力。我就是一个摆摊卖衣服的人，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。那张雨晨的父亲呢？雨辰12岁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过世了。之后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变糟，雨辰只好放弃学琴。原本，他很喜欢拉小提琴的。阿姨，您去过他的住处吗？去过几次，住不惯。雨辰工作之后跟你联系多吗？我们每周都有通话的。据我们推断，张雨晨出事的时间是5月23号左右。阿姨，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您女儿是什么时间吗5月22号。出事的前一天，您确定您没记错吧？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如果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把她送给我的礼物扔在她身上的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她送给了我一个手提的，挺好看的。阿姨，那天您是跟您女儿吵架了吗？哎妈，先许愿。我的愿望只有一个，早点抱孙子。愿望说出来就不灵啦。对了，妈，这个是给您准备的礼物，谢谢，打开看看哈。짜잔！哎呦，真好看啊！肯定很贵吧？还好。其实这个是我男朋友送您的。男朋友？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？半年多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啊，怎么不带他来见见我啊？还不是时候。你们都已经交往半年了，还不带他来？你准备藏到什么时候啊？明天就把他带来。他不太方便。他那么忙啊，忙的连见岳母的时候都没有。其实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婚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愿意结婚？他和你不是认真的？他不会有老婆吧？哎呀妈呀，你就别猜了，吃蛋糕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把他带来给我看看。这件事儿我必须当面问清楚。你能不能不要再一直逼我呀？谁逼你了啊？我想见见我未来的女婿，我有错吗？不让见，说明他心里有鬼。他要真是那种不靠谱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他答应我说他会解决的。你还真做了小三啊！妈，你干嘛呀，妈？你要不分手，就别再给我打电话。妈，我不该逼他，是我撞死他，我后悔啊！阿姨，您别这么激动，您冷静点。我不该逼他。阿姨，你要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凶手。我还需要问您最后一个问题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您女儿送您的礼物吗？这是他的长大。
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他女儿的尸体。你如果跟他说了，他会崩溃的。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，男朋友这个事儿，他曾经瞒过他母亲。十一表姐，送你回家呗。不用啦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，你就别绕路了啊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离某些人远一点比较好，免得被人家看出来咱们是小地方的人，没见过世面，跟我们待在一块儿还嫌丢人呢。你看，都懒得搭理我们。少说两句。我说实话呀。少说两句。有事儿吗？你教训黄文的事儿我知道了，说的都对，冒失没经验，确实有够蠢。但是，他是我的徒弟，要打要骂得由我来，麻烦你以后管好自己的事儿。如果我只管自己的事儿，你徒弟应该被开除了吧？见过嚣张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。确实很讨厌，是不是？不过他是我兄弟，要打要骂您冲我来。怎么回事？人家法医部门的事儿，你来掺和什么？张彪，自己部门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别扯上我的人。邱彪爷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回去。幼稚，无聊。张雨晨在这家住多久了？2年。房东啊，把合同给我看了，他还说这个小姑娘平日里挺有生活情调的。这个屋子前不久刚装修过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座机是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房东说是4年前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电话还在使用中，但是4年前的话，这根电话线是不是有点太新了？你是怀疑有人更换了电话线，用旧线捆住了死者的双手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过确实有这种可能，这也是一个思路。我们把电话线拿回去做个检验。一个空姐怎么能买那么多名牌衣服呀？从这件衣服可以判断，她应该是一个人住。别这么早下结论。死者的钱包被人翻动过，首饰丢失，手机也不见了，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。凶手很有可能入室抢劫杀人之后，将尸体移动到了郊区的汽修厂里。死者的身上呢没有任何约束伤和抵抗伤，就说明死者生前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，家中也没有搏斗的迹象，这也就是说明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掐死的。而且抛尸一般情况下来说是熟人作案，也就是说，张雨晨给某位熟人开了门。进来吧。他引狼入室，引发命案。凶手盗窃完物品之后，
包裹尸体，再弃尸。你越来越有长进了哈。所以只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另一个人的毛发和指纹，嫌疑人的范围就可以锁定了。谁说这是案发现场？有依据吗？没有依据就不能乱说话。电话线啊，就算确定捆绑尸体的电话线属于这台座机，但也只能勉强判断这里是捆绑尸体的现场之一。所以啊，不能证明这里就是案发现场。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房间太过于整洁了吗？她是一个空姐，作息黑白颠倒，早出晚归。一个女孩子的家里，照理来说应该不会这么整洁，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被人特意整理了一番。没觉得呀，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独生女性的单身公寓。是吗？单身女性，那这个怎么解释啊？41码，男士衬衫。从衣服的状态上来看，应该是没有被洗过的，上面很有可能有嫌疑人的 DNA。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找到和他同居的男人到底是谁。你好，警官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？这个张雨晨在你们这工作多久了？雨晨2年了，都是我带他，成长挺快的。在你眼里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从小城市来的，单亲家庭，一个人闯到现在挺不容易的。哎，对了，3个月前他辞职跟您说过原因吗？说过，他说呀，想去外地读一个在职研究生。空姐嘛，吃青春饭的，他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也挺替他开心的。他辞职之后就再也没跟你们联系过？大家都不在一起工作了，肯定是越走越远的。毕竟他很讨厌社交，我们不去打扰他，应该是他最舒服的状态了。她有男朋友吗？他只跟我一个人说过，让我替他保密的。为什么呢？那男的是一个名人。今天的航班非常顺利，又是原来的路，再是我路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拿点冰块？抱歉，我不是休息室，请您稍等。谢谢啊。谢谢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啊，没关系。实在抱歉，张浩先生。你不是这儿的服务员啊？啊，我学过4年小提琴，您的事情我听过很多。衣服我帮您干洗吧。真的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向你说抱歉才对，是我自己搞错了。你学过小提琴？郑浩。张雨晨。啊，我真的很仰慕您，您很多作品我都听过。谢谢。郑浩。对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，他是有家庭的，所以张雨晨让我替他保密。依我看，他应该是做了他的小三。郑浩，42岁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。他和张雨晨生前的信息往来证实了2人是情侣关系。但这个郑浩是个有家室的人。张雨晨是郑浩的情人，会不会是张雨晨把郑浩的衣服带回家拿去洗的？技术员正在对比 DNA。现场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经我们勘测，捆绑张雨晨的电话线和张雨晨家座机端口的裂口完全吻合。
所以我们可以推断，凶手捆绑张雨晨的尸体是用电话线完成的。张雨晨家是处理尸体的现场，只是有可能。张雨晨的私人贵重物品被盗取了，具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，而且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我查了导航，从张雨晨家到废弃汽修厂开车需要40分钟。根据尸检情况，我们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距离末次的进餐时间大约在8小时左右。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张雨晨的一般晚餐时间是在6点左右。如果说陈主任关于造化的演算方法是正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应该在5月24日凌晨2点左右。凶手呢在尸僵2小时内完成捆绑，那么凶手的运尸时间大约在5月24日凌晨4点。所以只要我们排查汽修厂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行踪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刑警队的工作量大大减小了。经过 DNA 查验，在张雨晨家发现的男士陈仪属于郑浩的，电话机和电话线上的指纹也是郑浩的。所以，凶手把张雨晨家安置成有入室抢劫杀人特征的案发现场，就是为了故意误导我们。这明明就是个情杀案件啊！郑浩有嫌疑，把他请来问问就知道了。张雨晨遇害前2天一直在联系郑浩，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，他在催郑浩离婚。那是不是张雨晨把他问烦了，他杀人了？不好说，但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郑浩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我们是在一个废弃的汽修厂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尸体被保鲜膜包裹着。你们确定这是张雨晨吗？经过 DNA 鉴定，我们100%的可以确认，尸体就是张雨晨。你跟张雨晨什么关系？朋友，普通朋友。你对情侣的界定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调查了你跟张雨晨的通话记录，确定你和张雨晨是情侣关系。你们在一起半年，他希望你离婚，但你一直在拖。5月份见过张雨晨吧？我不记得了。我最恨这种在外面养小三的男人，尤其这种斯文败类，对吧，安然？就是啊，这种衣冠禽兽藏着掖着最恐怖了。依我看呀，这个郑浩就是凶手。你看，张雨晨的母亲反对他俩的情事，那张雨晨压力肯定很大啊。再说了，谁愿意一直当小三呀？所以案发当天，张雨晨把郑浩约到家里，想跟他好好谈谈。不是跟我说只要1星期吗？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，你到底还让我等多久啊？我和你说过了，没你想那么简单。这是你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我辞职，你离婚，我们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现在我已经辞职1个多月了，我跟过去一刀2断。你呢？你要做什么了？别逼我！我逼你怎么了？别逼我！说了，别逼我！啊！那天晚上，他们俩肯定狠狠地吵了一架。郑浩就失手掐死了张雨晨。装！你再给我装！哎，雨辰，
哎，雨辰。后来冷静下来，郑浩觉得不能把尸体放在家里，但是家中又没有合适的运尸袋，所以随手拿起了一个手提袋。但是那个时候尸体已经发生了尸僵，塞不进手提袋里。他或许戴了手套，但他忽略了自己平时的生活痕迹。之后，他就拿薄膜把尸体包裹住，再塞进袋子里。最后，他拿走了死者的财物，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